五台山文殊菩萨显圣，还有照片为证。据说图片上这位是一次炸庙事件中在爆炸现场显圣的文殊菩萨，至今被供奉在五台山上。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世间真的有神佛吗？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相传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在佛教具有十分超然的地位。在五台山附近也流传着很多关于文殊菩萨显圣的故事，这些故事说的有鼻子有眼，不少人都信以为真。尤其是五台山上供奉的一张照片，据说更是文殊菩萨的现场实拍。根据附近村民的讲述，这是发生在1969年夏天的一件事儿。当时天气炎热，很多人都躲到五台山去避暑。在古代传说中，五台山上有文殊菩萨从东海带来的清凉石，所以这里即便是在最炎热的夏天，也一直保持清凉舒适的环境。不过当时的五台山开发还比较原始，想要在这里居住生活并不容易。曾有人想要在这里建一座私宅，而当时被看中的地方是在二郎庙和金刚窟的位置。两名僧人听到后急忙劝阻，说千万不能破坏金刚窟，因为这里是佛门圣地，炸毁金刚窟会引来雷霆之怒。但他们的劝告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真有人不信邪，布置好炸药就准备爆破。没想到炸药引爆后，在爆炸的位置突然出现剧烈的浓烟，久久无法散去。就在众人疑惑之际，一个人影竟然从浓烟中走了出来。这个人的样貌造型竟然和雕像中的文殊菩萨一模一样。这一幕把所有人都看呆了，他们慌忙跪下，希望能取得菩萨的原谅。而一旁准备报道这件事的记者也愣住了，也许是凭借着职业本能，他颤抖着双手，用相机将文殊菩萨显圣的一幕记录了下来。不过据说文殊菩萨显圣后只是宝相庄严地看着众人，却一句话都没有说。然而越是安静，越是威慑力十足。不知道过了多久，人们感觉身边浓烟渐渐散去，却还没有菩萨的回应。此时他们才敢抬头看一看，结果发现文殊菩萨已经消失了。不过记者拍下的那张照片被保留了下来，至今还在五台山寺庙中供奉着。当然，这只是关于文殊菩萨的一个传说，虽然有照片为证，但谁也无法确定照片中没有作假。所以对于文殊菩萨显圣的事情，依然是有人信有人不信。菩萨中最殊胜的存在，文殊菩萨地位到底有多高？为何有人说他的身份其实比如来还要高？而且文殊菩萨还是多个世界的佛，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何来头？很多人都以为在佛学观念中，如来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至高佛，他管理着我们这一方世界。但实际上，在佛家理念中，世界并非只有我们这一个，而是有3000世界。我们的婆娑世界只是3000世界中的一个。文殊菩萨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名义上是在如来之下，但实际上他并非只属于我们这个世界，而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在佛家经典中记载，文殊菩萨出生于秦魏国多罗聚落，是在其母的右肋处出生。文殊菩萨出生后全身散发紫金色光芒，刚出生就能说话，这让人想起释迦牟尼出生后也是脚踏7步，指天而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如来的这句话暗示着他未来将成为这个世界佛国的至高，而文殊菩萨出生后并没有说类似的话，这是因为他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身份。其实在进入我们这个世界之前，文殊菩萨早已成佛。文殊菩萨最开始是在一个名为空寂世界的地方，他在这里修成正果，成为这里的至高佛大身如来，地位相当于婆娑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祖。不过这并非他唯一的身份，因为在他的另一个平等世界中，同样是至高的存在，被尊称为龙种上尊王如来。后来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大身如来轮回转世，来到了欢喜世界。在这里，他凭借自身的佛性重新回到巅峰，成为欢喜世界的至高佛，法号欢喜藏摩尼宝积如来。在之后很长一段的时间里，他又前往了很多世界，带领这些世界的人民进入安乐祥和的极乐状态。这就是佛普度众生的最终奥义。如今大身如来又投身到我们所处的婆娑世界中，虽然婆娑世界已经有如来佛祖，但想要带领人们进入极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作为佛性更强大更有经验的大身如来，他的到来可以事半功倍。来到婆娑世界后，大身如来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定位，所以他只是顶着菩萨称号，也就是我们口中的文殊菩萨。但真以在佛国的身份而言，他无疑是比释迦牟尼还要高的存在。连燃灯古佛和弥勒佛都是
是文殊菩萨的弟子。相传文殊菩萨在婆娑世界的道场一直在五台山上。前面所说的文殊菩萨显圣，这并非唯一一次。在五台山周围流传着很多关于文殊菩萨显圣的故事，有些人甚至表示他们曾亲眼见到文殊菩萨。五台山文殊菩萨显圣是真的吗？为何有这么多人都称曾亲眼看见？其中最离奇的一个传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文殊菩萨曾出手帮助过八路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流传在当地百姓口中的一个故事，请大家理性观看。据说在1938年5月，一支八路军来到了五台山附近休整，并准备参加和日军的战斗，而日军的2个师团正好在周边地区扫荡，于是一场遭遇战不期而遇。由于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八路军只能边打边撤，一路撤向崎岖的山地之中，避开日军机械化的优势，来和日军打游击。但日军像恶鬼一样死死咬着八路军不放，我军只能继续向大山深处撤离。这里已经人迹罕至，连山间小路都看不到了。虽然他们摆脱了日军的追击，但他们也找不到出去的路。此时大山里大家抱团取暖，暂时不会有生存危机，但他们身上还有任务，如果出不去是要耽误大事的。就在这个时候，大山深处突然出现了一个打柴的老人。这位老人给八路军指了一条小路，没多久就把大家带了出去。而当八路军想要感谢这位老人的时候，却发现老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队伍。后来八路军在四周查访，想要当面感谢一下这位老人，但找了很久都没有他的踪迹。附近村里的人告诉他们，这位老人很可能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经常会在这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村民还告诉人们，五台山上十分清凉，即便是在夏季，在北部阴谷处也有常年不化的冰雪，被称为千年雪河万年冰。而之所以如此，也是文殊菩萨的功劳。据说在很久之前，五台山气候恶劣，酷热难当，老百姓劳作的时候经常被热晕过去。文殊菩萨见到后，便到东海龙宫借取了清凉石，放在五台山山顶。从此五台山开始四季如春，成为百姓们的避暑胜地。当然，文殊菩萨愿意帮助世人，愿意普度众生，但如果有人冒犯他，他也不介意做一次怒目金刚。据说在1987年，作家协会组织一批小有名气的作家前往五台山举办黄河文化文笔活动。这些作家大部分人都比较有涵养，对文殊菩萨也十分敬重，但其中有一位女作家丝毫没有公德心，跑过去转着法轮嬉戏。到了晚上，僧人们开始做晚课，聚集在大殿内念经诵佛。团队中又有一人盯着几个漂亮的女尼，开始肆无忌惮地品头论足，出言十分轻浮。离奇的是，后来这批人坐车离开的时候，在半路发生车祸，那名女作家的额头被撞伤，出言轻薄女尼的作家下巴也差点被贯穿。当然，这些传说故事并没有确切的证据，似乎所有的庙宇教堂都不乏一些显圣的传闻，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不过有一点还是值得警醒的，那就是信与不信都是自由，但保持起码的公德心还是必要的。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